老夫人配药的饴糖还剩下些，姑娘上次带回来的果子，我试着用糖煎了煎。四夫人快尝尝。好吃呀，花枝，你尝尝。太酸了。好吃的，我不齁你。浦东，你这手点石成金了。好吃。要我说呀，这比经济的煎梅子还好吃些。那梅子一包要5文钱呢。你现在知道要5文钱了。若是福东用心做，只怕经济要关门。四夫人若是爱吃，我倒是可以照着经济的口味做来试试，只是不知这些红果是哪里来的。这庄子往东3里地有一片林子，尽是红果子。你若再去摘，记得带些吃食。那里住了一个孤寡老妪。好。一老一小的，摘也摘不了，卖也卖不掉，这才留到冬天，便宜了咱们。现在这天底下可怜人可真多，如今又多了咱们这一大家子。哎呀，过来呀，来，大姑娘，这会儿可有空闲？三夫人，请说。先下去吧。我是昨日才知道，什么叫听见铜钱响，如听神仙音呢？你是知道的，从前府里就说灵儿的字写的最好。下回带上你的小妹妹一起写桃符去啊！你不去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亏你也深得诗礼簪缨之家，这等当街卖货的丑事，连我2个丫鬟都羞于做。今日我便把话说明白了，我宁愿饿死，也不赚这臭钱。读了几句书，难不成就能吃风屙烟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油盐不进的丫头？你不写是吧？不是有现成的吗？娘，这是我的早春西行图，你别动它，你别动它。什么西行东行？吃了这么多天的西北风，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顶过饱？倒不如交给你大姐姐卖几个大钱，好歹不让肚皮闹饥荒。给我，你给我！今天我就能烧他也不卖他！好啊，你烧啊！你烧！你烧！你烧啊！你有这个记性，就把它全烧了。今天不断了你这个念想，就怕你以后一门心思全吊死在这些闲事上。闲事？从前逢人就吹嘘我多没有才学，无论我怎么劝你，你都不听。今日你倒是说了实话了，你压根从没觉得我有什么长处，只拿我往你自个脸上贴金。哎，三夫人，元日今日就过完了，过了节庆，无论是桃符还是字画，多半就冷了。我也是趁着花家摆摊的噱头，等新香过去了，只怕无人问津。这不是长久之计，花灵也不必掺和进来。这个死丫头，赚多赚少，总算是有进项。年是过了，可是以后吃什么呀？赚钱的事情多如牛毛，只怕三夫人不肯。嘿，这丫头，我未出阁时可是拨惯了算盘的，我做过的买卖比你逛过的都要多。你个小丫头，就不必指点我了。只是，经商终究是下流行当，一时救急还行，若是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呀。夫人说是，那便就是。姑娘，沈郎君来了。啊！沈郎君，你来了。三夫人，刚得的消息，大理寺已审结，先生他们俱无性命之忧。上天保佑。审结之后，花家男丁就要分批押解，流放北地。今日庞之都已出发，3日后一早，先生他们就要被押解出城了。外省门外有个十里亭，凡是流放之人会在亭中停留片刻勘验身份。若要相见，便在此处了。只是去不了许多人，至多2、3人，不然恐怕差人不许相见。
好，多谢沈郎君相告，我马上去找老夫人商量。华山，我不便在此多留。3日后一早，我会在竹林外墙后接上3位女眷，前往十里亭相见。若有什么要捎给他们的，一并带去吧。我听闻北地滴水成冰，4、5月里雪尚未融，官人向来畏寒，如今这节气北上，如何受得了？更何况老太爷呢？侄儿昨日才买，记得运了些布匹回来。是，快要开春了，本想给大家裁单衣用的。不，把那些布匹都拿来吧，做成衣袄，记得一定要宽大些。先前沈郎君买的那些也拿来，把它拆了，里面的棉絮掏出来，絮成厚衣。你再带上几个丫鬟，多买些针线回来，越结实越好。是。除去自家的男丁，旁系的男丁也千万不能忘了，他们的家眷多半得不到消息，准备不了什么。3日之内，无论如何要做出43件棉衣出来。我们华家的男丁，一个也不能冻死在那边。是，老夫人。棉胎不要，都掏尽了，要薄薄的接做3层，留1层在里头，不然爷们儿没冻死，咱们倒都冻死了，知道吗？是。若是知道啊，哪些是给老爷们弄的，我就给他铺得厚厚的。我的姐姐，你糊涂了。那老爷们的自然由夫人们缝啊，什么时候轮得上你我了？咱们这些活呀，都是给旁支男丁缝的。玉珠、红泪、莲幽，你们3个随我来。是。你又弄了什么好东西回来？这么多，闻起来好香啊！他们爷儿几个快要上路了，能不能回来还未可知。总不能让他们空着肚子上路吧？我进了趟城，买了张记的炙羊肉、盛记的烧鸡，还有几坛屠苏酒。母亲，你哪来钱买这些啊？我把玉珠，还有你的那2个丫鬟给卖了。什么？莲幽、红泪，他们跟了我这么久，你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把他卖了？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这些丫鬟本来就是我买的，现在卖身契在我手里，如今一时走投无路，把他们卖了又有什么不可？思前想后，我想明白了，与其都窝在一起受罪，偷的偷，跑的跑，倒不如都交给人牙子。一个整齐的丫鬟，卖了钱，可以供一家老小吃上半月。都围在这里看什么？搬进去呀！福东，你是我的人，不是三夫人的，别怕。可我的妻子还在三夫人那儿。姑娘，我是轮了好几手，侥幸遇到大夫人这样菩萨般的主家，才能活到今日的。若是再被发卖出去，定然是没有命活了。
来，我来吧。芍药，今天开心吗？我同父亲说过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郎中来了。啊？连他们也不来了吗？连他们？郎中来，我还可以同他们吵架。郎中要是不来，我能跟谁说话呢？猫又不会说话。是啊，是不是？萧姨这么忙，应该也没时间陪你。那些丫鬟呢？可有你喜欢的？那短歌忙完，每天都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我每日又能陪她几时呢？饶命啊！别怕，我去看看。见过世子。怎么回事？这些奴婢对先王妃不敬，小的奉命整顿王府。如何不敬？你又奉谁的命？这些嚼舌议论，小的哪敢再说第二遍？是萧王妃实在看不过去，这才让小的处置。去吧。是。头儿，那可是灵王府，您倒是来去自如。我们要是被逮的，那就别让人逮着。今晚就去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你怕是遇到难事了，却不是衙门里的事情。何以见得？受了伤不回家，却来山里，难道是要来自寻短见？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有些累了，走不动了。倘若你在一艘船上，这船行在海里，船上的纲手、舟师都离开了，只留下一车哭哭闹闹、吵吵啼啼的渡客。听着不太妙。可不，
你知道，倘若你也走了，这船必定会卷进漩涡里。你一时心急管了，这群糊涂客把你害进了衙门，打得皮破肉绽。哪怕你跟他们说我有方法，听我的，他们也不相信。牛若生了翅膀，不如振翅飞了。天宽地阔，就不用再操心水里的事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船上的人，同你亲近吗？虽说一起在船上生活了好多年，但其实都是各过各的，除了骨肉至亲，来往的也少。和你最亲近的纲手已经走了，之前都是他在这里苦苦经营这艘船。倘若真的弃之不管，心里会愧疚。那倘若你把心一横，劫了这船呢？那可是好大一艘船，好多的人。要是我一个人掌舵，怕是会累死。但我也害怕自己的一片苦心白白浪费。我就不该问你，原本是一个人犯案，现在倒好，变成2个人都犯愁了。要是这么犯难，不如志同钱吧。这世上千难万险，能用钱解者十之八九。你带刀了吗？我来吧。酒。是四叔的字。成明2年冬，长兄平与得女，眼明如秋水，玉雪舒可爱。女直方牙牙学语，见人则哭，见鱼则笑。击掌，常随于衣，如小犬随人。余闻男人有女，既大酿酒，既露，亦于坡中，不复发矣。侯女将嫁，因觉坡土，取供贺客，男人谓之女儿酒。阿芷上幼，余无以为赠，为积钱买10洞春酒18坛，亦于青崖北坡下。但愿阿芷平安长成，无忧无虑，嫁得佳婿。这些酒已经埋了15年了。才想起来家里人买了几坛酒，我来看看。只是看看。我想把这些酒给带走，郎君可否帮我？娘子，这些酒拢共能当170贯，这是17张交子，您收好。我单取2贯钱。啊，好。怎么还留了一坛？这坛酒送你了，全当是陪我同游的答谢。谢了。
这又是……总不能叫你白白出力气吧？你刚归京不久，生计不易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你人还怪好的，你就不要打趣我了，还要劳烦你把这车还回去。那你呢？我就先回去了。天不早了，坐车回吧。不了。花府查封多日，你现在没了住处，身上又是钱又是伤，怎么回去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花相公获罪，举臣皆知。初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。上车。这儿没有人烟，道路颠簸。你要是坐不住的话，就算有人看见，我也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再坐一会儿，恐怕要栽下车去。这里也没有树可以靠，只好借一下你的肩膀。对不住了。这些是你陪嫁的酒吧，都给当了，以后你怎么嫁人？送了你那么一大坛，都堵不住你的嘴啊。那你怎么就这么放心，让我来帮你挖这个酒？不放心也没有办法，家中尽是妇孺，没有一个能出力气的。别说是搬酒坛了，纵然是挖，也挖不了几寸。便是有，我也不敢让他们知晓。知晓会如何？一来家中人多口杂，立刻会走漏风声；二来这些钱到了他们手里，不知道会使到哪儿去。无功倒还好，要是再闯下祸，我可遭不起第二次罪。多奇怪啊！家里这么多人，竟不如你这个生人来的可靠。你就不怕我谋财害命？这些酒可是不少钱。便是不找你帮忙，我也会去雇几个力妇，还不见得有你可靠。方才我从衙门出来，满身血腥晦气，也只有你停步问我。我还是头一次知道，自己原来是个大好人，就是蠢了一点，被人骗来做了苦力。其实，可以先不急着做决定，给自己还有亲眷们一点时间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为何忽然这么说？我生平最后悔的事情，便是年少时疏远了至亲的人。那是谁啊？我母亲。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我姓燕，单名一个西字。燕西。今天谢谢你，我睡一会儿。这到处都没人影儿，你说纸丫头会不会被拍花子的拍了去？哎呀，别乌鸦嘴了，青天白日的，哪就能丢个大活人啊？要不明日去城里人牙子那儿问问消息？我现在就去。哎呀，别！大夫人，大夫人，你去哪儿啊？都这么晚了，这会儿倒有力气了，当初就不应该费劲缝进去。三嫂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当初我们也没坏心啊。哼，早先老夫人叫交钱，我是喊得嗓子都哑了，也没喊出你们兜里那仨瓜俩枣啊。现在可好了，都便宜衙役了。当初要是交出去，也不过是便宜了茬子，我看也没什么分别。哎呀，你有能耐，你倒来管家呀，成天绕着孩子打什么转？三嫂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。芷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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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感谢苍天，你总算是平安回来了。我被衙门打了10几仗，算不得10分平安。啊！他们为什么罚我？母亲能不知道吗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吗？不是，如果当时我同你说，你定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向来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儿婶，这都是你的想法吧？大姑娘，又何必这么说呢？若你嫁了人，也会心疼爷们儿的。只是你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流放，什么叫做北定。出了城，过了关，一到昆山尽是土匪，几个大钱就能要1条人命。你们都以为那是保命钱，那是夺命钱。不是已经搜出来了吗？那幸好是被搜出来了，我踢着挨了一顿打。那要是父亲二叔落回了献王手里，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。横竖都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就不该把钱都给你。纸丫头，你要论道理，去找衙门论，别跟家里人论。三嫂就是话赶话的，这个家就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。我早就知道，我累了。哎，你这丫头伤成这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赶紧躺下来养伤啊！你。涛儿，你回来了，老远就闻见酒香了。眼睛贼得很嘛，这么小的碎银缝在袄子里都能找到。那可不，咱从小就生了一副好眼睛。眼睛这么好，不用可惜了，送你个好差事。哎呦，那谢头。从明天起，不用在司里卯着了，给我换班盯着花家。花家，盯紧一点。若是再出现今天这样的祸事，提着脑袋来见我。是。还有，去一趟永昌当铺，今日收档的17坛酒，只许赎到，不许变卖。是。哎呀，逼都逼不及，你还叫他们进来？你懂什么？花家那一老一小，谁不认得？若是在门口待久了，肯定会坏事。夫人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一会儿不管他们来做什么，打发走他们便是。我吵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他们是吃人的老虎不成？老妇弱女，也把你们怕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躲便躲。我来招待花老夫人。夫人，老姐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便是你家大姑娘吧？正是。夫人万福。老姐姐，大郎还未放衙，只能由我婆媳2个招待亲家，怠慢了。沈大郎步步高升，官家倚重，自然无暇招待闲客。这样也好，没了男人，咱们娘儿几个正好说说体己话。请。老夫人如今住在庄子上，想必不比城里。有什么缺的短的，我派人给您送去。啊，或就今日用板车拉回去也成。庄子上虽清苦，有我孙女在，倒也不缺吃喝。我听说了，芷姑娘当街卖桃符，这皇都里啊都传遍了。我也听说了，多亏了你家琪儿帮衬，真是个正直仁善的好孩子。当年老太爷定下的这门亲事啊，没看错人。
七哥儿明年正是要科举，如今啊，正是用功的时候。这门亲事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老姐姐，今日登门打扰，本是不该，可我觉得做人做事应该有始有终。那日你去庄子上是碍于情分，可我不能装聋作哑。如今你我两家云女殊途，这桩婚事不合适。今日我替老太爷做主，收回这桩婚约。我们两家本是世交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们。不过是时过境迁罢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当年议婚之时，你家随曹铁送到花家的礼物，都被抄没了，如今难以奉还。哎呀，不必再提了，有债必还。今日花家还不上，未必将来还不起。芷儿，两位长辈看看，可还少了些什么？我舔言写了这张欠条，收好。老姐姐，你要臊死我呀！账是账，情是情。芷儿，我们不打扰了，你多保重，千万留步。花芷来了，来退亲。琪儿，花芷，沈郎君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君子有信。无论我祖母、父亲、母亲是如何说的，我沈妻都会守约如初，不离不弃。沈郎君，不是的，是我自己要退婚，无人逼迫我。你不想和我成亲？沈妻，你是个顶好的人，将来不管是哪个姑娘嫁给你，都是此生的幸事。多谢你倾囊接济，也多谢你买我的桃符，多谢你追出来同我说那番话，这一切我此生都会铭记。快回去吧。芷姑娘，那以后，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？当然是啊。走了。我来吧。我行。